今天我們來聊聊一條蛇。這條蛇沒有毒牙，不吐信，也從不主動張口撲咬。它捕獵的方式很特別，是先悄悄地纏上獵物，然後一圈再一圈，用整條身軀慢慢收緊，讓對方連呼吸都變得越來越困难，最後在毫無察覺之間被它整個吞下。這種蛇我們叫它蟒蛇，也叫巨蟒。它绞殺獵物的手法如今被軍事專家借用來形容一種可怕的戰略，英文裡有個對應的名字叫做森然策略。而今天我們要講的並不是動物頻道裡的獵殺紀錄片，而是一場正在你我身邊真實上演的圍獵。獵手是台灣海峽對岸那個龐大的政權，獵物是2300萬人腳下這座小小的島嶼。如果你這幾年一直住在台灣，你可能会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報紙上、新聞裡天天都在說對岸的軍機軍艦又來了，說共軍又演習了，說局勢又緊張了。可是走出家門，太陽照樣升起，捷運照樣進站，夜市照樣人聲鼎沸，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這種詭異的平靜，恰恰就是這條蛇最厲害的地方。它要的從來就不是一次驚天動地的猛咬，而是要讓你在日復一日的麻木裡慢慢忘記自己正被越纏越緊，等到有一天你想掙扎，才赫然發現自己早已經动彈不得。這種溫水煮青蛙式的窒息，比任何一場短促的戰火都更難防範，也更容易被忽略。這不是我在危言聳聽，這條蛇的名字其實是台灣自己的軍方高層先叫出來的。早在2024年的秋天，台灣海軍的一位高階將領在接受國際媒體專訪的時候就用了森然這個字。他說，對岸已经不再滿足於一次又一次大張旗鼓的軍事演習，而是改用一種更陰險也更有耐心的方式，慢慢的卻堅定的把整座島嶼一圈一圈的包圍起來，然後慢慢收緊。他說，他們隨時都有能力封鎖台灣，只是還沒有選擇那麼做而已。這番話一出口，全世界研究兩岸問題的專家都豎起了耳朵，因為這是台灣的當事人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把自己所面對的處境用一條蛇的形象講了出來。從那一刻起，森然策略這4個字就成了理解今天台海局勢最關鍵的一把鑰匙。那麼這條蛇到底是怎麼纏上來的呢？我們得先弄懂一個詞，叫做灰色地帶。什麼叫灰色地帶？簡單講，就是那種介於和平與戰爭之間的模糊空間。对岸的做法非常聰明，他們幾乎從來不會真的開第一槍，因為只要開了那一槍，就是戰爭，就會引來全世界的制裁和圍堵，甚至可能反過來動搖到政權自己的根基。所以他們選擇了一種恰好停在戰爭門檻之下的施壓方式，一切動作都精確地控制在讓你難受卻又抓不到把柄開戰的程度。這就是蟒蛇纏繞的第一層邏輯，不咬，只纏。它要的不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決鬥，而是一種讓你長期失血卻始終死不了也活不好的慢性消耗。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畫面，对岸的軍艦和海警船開始24小時輪班，一波接着一波在台灣周邊的海域裡巡弋，就像蟒蛇的身體日夜不停地在獵物身上盤繞。軍機一批一批地飛越台海中線，那條原本雙方心照不宣、幾十年都不敢輕易跨越的默契線，如今被一次又一次地踩過，踩到最後，好像它從來就不曾存在過。這其中的算計非常之狠，每一次對岸的軍機軍艦逼近，台灣這邊就必須派出戰機和艦艇去應對、去監控、去驅離。一次兩次沒什麼，可是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台灣有限的兵力、有限的燃油、有限的維修保養能量，就這樣被一點一滴地耗掉。在情勢最緊繃的那段時間，對岸的軍機一個月侵擾的架次甚至一度超過了300架次。這就是蟒蛇纏繞的第二層邏輯，用你的疲於奔命換他的以逸待勞。他不必真的動手，光是逼你天天備戰就足以把你拖垮。而這條蛇纏繞的方式還遠遠不只是軍艦和軍機這麼簡單，它還有一圈是你用肉眼看不見的，那就是認知作戰還有網絡戰。這一整套手法其實是把軍事的壓力、心理的滲透還有網絡的攻擊全部揉在一起，變成一張綿密的大網。什麼是認知作戰？
就是想辦法讓你自己人打自己人，讓你對自己的政府失去信任，讓你對未来感到絕望，让你觉得抵抗是没有用的，投降反而比較實際。這座島的領導人就曾經公開點名，說對岸不斷升高的軍事壓力，本質上就是一場持續進行的認知作戰，是要從心理上先把台灣人的意志給瓦解掉。你想想看，一條蟒蛇在纏緊獵物的同時，如果還能讓獵物自己相信掙扎是白費力氣，那它的獵殺是不是就成功了一大半？這才是森然策略裡最陰狠也最容易被低估的一環。它攪的不只是你的身體，還有你的信心。而這張無形的大網還牽着一條纏得更深的線，那就是滲透。這條蛇心裡很清楚，與其在戰場上跟你硬碰硬的打，不如在真正開打之前，就先從內部把你的堡壘一塊磚一塊磚地買通，一寸一寸的掏空。於是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的統戰手法源源不絕地伸進這座島，有的是想辦法去影響這裡的輿論，讓某些對他有利的聲音被放得越來越大，讓某些提醒危機的聲音被壓得越來越小。有的是透過經濟上的利誘，讓一部分人因為口袋裡那些實實在在的好處而慢慢地改變了自己原本的立場。有的甚至是直接針對特定的群体，比方說退伍的軍人、涉世未深的學生，或者急需訂單的商人，去做精準的拉攏，還有分化。他打的算盤很精，一個社會如果內部先亂了，先分裂了，先有人開始懷疑抵抗到底還有沒有意義了，那麼這條蛇根本就不必費多大的力氣去強攻，只要輕輕的一收，這座看似堅固的城就會從裡面自己塌下來。這才是滲透最恐怖的地方，它不流一滴血，卻能讓一整座城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換了旗幟。所以你會發現，這條蛇纏繞的其實有兩座島，一座是地圖上那座看得見的島，另一座是每一個台灣人心裡那座看不見的島，而後面這一座才是真正的兵家必爭之地。更可怕的是，這條蛇纏繞的圈子還在一寸一寸的往外擴。過去這1-2年，我們看到對岸的海警船開始出現在金門的限制水域裡巡邏，出現在南方遙遠的東沙島附近。就在今年，也就是2026年，光是東沙這一個點，對岸的海警船就已經多次闖入限制水域。你可能會覺得，不過就是一艘海警船而已，有什麼大不了？可是研究這套手法的專家早就看透了它背後的套路。第一步，先派出少量的船只或飞機，慢慢的越過那條大家原本公認的線，測試你的反應，看你到底有沒有能力發現，有沒有膽子去攔阻。第二步，等你默默地接受了這個新的現狀，他就再往前一步，把觸手伸得更深，而且往往還要挑一個台灣剛在外交或政治上有點動作的時機，順勢把責任推到你的頭上，反咬一口，說是你先挑釁的。他只是被迫回應，一艘船可以很快變成很多艘船，一次巡邏可以很快变成天天巡逻。金門的限制水域是這樣一步步被侵蚀的，東沙的周邊也正在重演同樣的劇本。這套手法有一個很傳神的名字，叫做切香腸。一刀一刀地切，每一刀你都覺得還能忍，可是切到最後，整條香腸都不見了。到今天，能讓這條蛇伸手施壓的地方，幾乎已經沒有剩下幾個死角了。要真正看懂這條蛇的耐心，我們得把時間往回倒一點。這一切的總爆發，其實要從2022年說起。那一年夏天，一位美國眾議院的高層人物訪問了台灣，對岸勃然大怒，隨即在台灣周邊搞了一場規模空前的軍事演習，飛彈直接飛越了台灣的上空，這是頭一遭。從那之後，兩岸的緊張就再也沒有真正鬆開過，一場又一場的環台軍演變成了家常便飯。到了2025年，對岸的演習一次比一次逼近，一次比一次兇猛。到了那一年的年底，情況更是升級到對岸發射的彈道飛彈竟然落進了鄰國日本的專屬經濟海域，這在歷史上也是第一次。你看得出來這條蛇的節奏嗎？它每一次收緊都會停頓一下，讓全世界慢慢習慣這個新的力度，等大家都不再大驚小怪了，它就再往前再收緊一格。這就是為什麼明明局勢一年比一年危險，
可是身在其中的人卻常常感覺不到那份危險，因為每一次的變化都被它切得剛剛好，剛好在你能夠忍受的範圍之內。而且這條蛇纏繞的早就已經不只是海面上的那一圈了，它還把觸手一路伸向了天空。過去這段時間，對岸不時會放出一顆又一顆的高空氣球，讓它們慢慢地飄過台灣的上空。你可別小看這一顆顆看似無害的氣球，它們有的可能是在偵察，有的可能是在測試你的反應，有的純粹就是一種心理上的騷擾，一種無聲的宣示，告訴你，我想來，我隨時都能來。就在今年的1月，還有一架對岸的偵察無人機直接飛越了台灣的一座外島，而最讓人玩味的是，那架無人機刻意飛在了台灣防空系統根本達不到的高度和距離之外，等於是大搖大擺的在你的眼皮子底下繞了一整圈，卻讓你連還手的機會都完全沒有。這就是灰色地帶的精髓所在，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恰好卡在讓你難受卻又抓不到把柄，動不了手的那條細縫裡。海面、空中、水下、網路，還有人心，這5個看不見硝煙的戰場被他同時一圈一圈地纏繞了起來。這才是森然策略真正完整的樣貌。它不是單一的一條繩子，而是一張讓你上下左右都无處可逃的立體的大網。就在不久之前，对岸最新的一艘航空母艦，那艘配備了先進電磁彈射系統，2025年年底才剛刚服役的巨艦，又一次穿越了台灣海峽。對岸輕描淡寫地說，這只是例行性的正常訓練。這5個字，正常訓練，才是最讓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因為當一件原本驚天動地的事被一遍又一遍的重複到全世界都習以為常，重複到台灣人自己都懶得抬頭多看一眼的時候，這條蛇就成功了。他用日常化的操作，一點一點地磨掉你的警覺，磨掉你的危機感，讓最危險的事情變成新聞裡一行不起眼的小字。今年的6月，对岸還在島嶼的東邊搞了一場所謂的特別海上執法行動，名義上是主張自己的管轄權，實際上就是把那條纏繞的蟒蛇又往東邊，往台灣的後院多繞了一圈。他很清楚，把繩索繞到獵物的背後，繞到他最沒有防備的地方，這一圈的殺傷力才是最大的。如果說軍事上的纏繞還算看得見，那麼這條蛇真正致命的一擊，其實藏在一個很多人平常根本不會去想的地方，那就是經濟。你有沒有想過，台灣海峽這條窄窄的水道對整個世界到底意味着什麼？這裡是全球最繁忙的海運航線之一，每一年價值高達數十兆美元的貨物都要從這條水道上經過，全世界的貨櫃輪、郵輪日日夜夜地穿梭其間。更關鍵的是，這座島嶼上坐落着一家全世界都離不開的公司，全球超過 90% 的最先進晶片都是在這裡制造出來的。你手上的手機，你辦公室的電腦，你車子裡的晶片，全世界的人工智慧要靠什麼運轉？答案都指向這座小島。所以你就明白了，這條蛇纏住的根本不只是台灣的脖子，而是整個世界經濟的咽喉。專家算過一筆很現實的賬，當對岸的軍事活動讓這片海域的地緣政治風險節節升高，全球航運公司的海上保險費就會跟着水漲船高。全球海上保險的中心，倫敦的勞合社早就把台灣海峽的周邊列為高風險的關注區域。保費一漲，全球的物流成本就跟着上漲，最後又會變成一波新的通貨膨脹，壓在全世界每一個普通人的肩膀上。這就是森然策略最高明的地方，它根本不需要真的封鎖，它只需要讓你相信這片海隨時可能被封鎖，就足以讓整個世界的經濟血管因為恐懼而慢慢收縮。一個看似平常的台海日常，其實正是最危險的訊號，它在無聲地警告我們，全球的經濟體系正一步一步走進對岸精心布下的那個巨大的陷阱。不過，這裡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吊詭。那家生產全世界最先進晶片的公司，那座小島賴以聞名的護國神山，它既是這條蛇最想吞下的獵物，卻同時也是保護這座島最堅固的一面盾牌。有人把它叫做細盾，意思是說，正因為全世界都離不開這座島造的晶片，
所以誰要是敢動這座島，等於是要跟全世界的經濟同歸於盡。這面細盾過去這些年確實替台灣擋下了不少風雨，可是你細想就會發現，這面盾牌其實是一把雙面刃。當一個地方重要到全世界都不敢讓它出事，那也就意味着全世界都會拼命地想把風險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裡。這條蛇要的也許從來就不是把晶片工廠一把火燒掉，而是要讓全世界相信這座工廠的開關最終是掌握在他的手上。他要的是那份能夠隨時掐住世界脖子的權利。所以這面細盾究竟是台灣的護身符，還是一塊讓全世界都對他虎視眈眈的肥肉？這恐怕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講到這裡，就不得不提那些長期關注這座島嶼命運的預言了。帕克很多年前就說過，他看見中國會爆發一場巨變，一場革命，而點燃這場巨變引信的火苗，恰恰就是在台灣周邊的海域上會先發生某種事件。他說，這件事加上越來越多的環境災難，會一起把那把火給點着。當年他講這番話的時候，很多人不以為意，覺得又是老生常談。可是回過頭來看看這幾年台海周邊的種種，看看那條越纏越緊的蟒蛇，你不覺得這個預言的輪廓正變得越來越清晰嗎？他還提到，全球的權力格局會出現一次劇烈的東移，一個東方崛起，西方相對衰落的大時代正在拉開序幕，而這座小小的島嶼恰恰就站在這場大變局最敏感的那條斷層線上。不只是他，那位早已離世卻總在世界動盪時被反覆提起的保加利亞盲眼婆婆，她的追隨者們也把矛頭指向了這一年。他們說，2026年一場所謂的大戰會從東方燃起，而美國、俄國還有中國會因為台灣也因為經濟上的種種問題走向某種對抗，伴隨而來的還有一場席捲全球的金融風暴，市場崩跌，通膨失控，甚至可能出現貨幣的劇烈動盪。當然，我們必須非常誠實地說，這些流傳的說法從來就找不到他本人任何原始的錄音或者親筆的文字來佐證。這一點我們先前就一再強調過，聽的時候心裡一定要有一把尺。可是耐人尋味的是，他的追隨者還提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全球的權力會加速向東方傾斜，向中國傾斜。你發現了嗎？不同來源的預言竟然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同一個方向。東方權力的轉移，還有一場圍繞着台灣的巨大風暴，這種奇妙的重疊才是最讓人細思極恐的地方。而阿南德的說法也許能給焦慮的台灣人一點很不一樣的角度。他把2026年稱為一個文明大轉變的年份，說這是一個幾百年才輪回一次的時代交替，是舊秩序的崩解與新時代的誕生。他點出東亞、中國的西北還有朝鮮半島都是這一年地緣風險的高發區。他當初也具體地點明了，今年之內還有好幾個特別需要留意的高波動的時間窗口，一再地提醒着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心理上的準備。可是關於台灣，他反而說了一段讓人稍微能鬆一口氣的話。他直言，對岸如果真的要對台灣動武，時間點更可能落在2028年之後，落在2028年到2031年這個窗口裡，而不是眼前的當下。他甚至還特別對台灣人喊話，說此刻不必恐懼，說他相信台灣人一定會為自己的主權而奮鬥，說台灣是這個世界上民主與光明的一座燈塔，它必須存在，也一定會存在。你看，就連這些站在神秘視角的人說的其實也不是要你嚇得躲進地窖，而是要你保持清醒，保持準備，然後好好的活下去。這份提醒比任何一句嚇人的預言都要來得珍貴。如果我們把這三個來自不同國度、不同傳統的聲音放在一起並排來看，會發現一件很奇妙的事，他們用的語言其實完全不一樣。帕克靠的是通灵的意象，那位盲眼的婆婆靠的是後人流傳的解讀，而阿南德靠的是古老的星象推算。可是他們最終指向的方向卻驚人地一致，他們都不約而同地看到了東方，看到了一場圍繞着這片海域的巨大變動，看到了舊秩序的崩解，還有一場由內而外的動盪。
當然，我們一再的強調過，預言這種東西，聽的時候心裡一定要有一把尺，不能全信，可也不必全然不信。真正值得我們去玩味的，並不是那些具體的年份，或是那些骇人的細節到底準不準，而是這些預言的背後所共同捕捉到的那一股正在悄悄醞釀的時代的氣氛，就好像一場大暴風雨來臨之前，天空總會壓下來一片讓人喘不過氣的低雲，田野裡的動物們也會變得莫名的躁動不安。這些預言或許正是那一片被許多顆敏感的心靈同時捕捉到的低雲，它不會告訴你那場雨究竟會在哪一分哪一秒落下，可是它清清楚楚地在提醒着你，變天了，該收衣服了，該關窗了，也該做好準備了。好，講完了纏繞在台灣身上的這條蛇，接下來要說的才是這整個故事裡最反轉也最耐人尋味的一段。因為這條到處纏繞別人的蟒蛇，它自己的身體裡面其實也正被另一股力量越勒越緊，這就是我們今天標題裡說的反噬。我們先把鏡頭轉向北京，轉向那個坐在權力最頂端的人。過去這2-3年發生了一件非常不尋常的事，對岸的軍隊高層接連不斷的垮台，一個接着一個被拿下、被調查、被消失。這場清洗的規模之大，是幾十年來從未見過的。這波浪潮最早可以追溯到2023年，從那支被寄予厚望的火箭軍開始，一連串的將領和高官被連根拔起。到了2025年的秋天，在那場重要的中央全體會議上，又有一批軍中的核心人物被掃地出門，其中包括了軍委的一位副主席，還有一位掌管全軍思想政治工作的高階將領。而真正的高潮發生在2026年的年初，就在今年的1月，那位曾經是全軍最資深、最有分量的軍委副主席，那位跟隨了最高領導人多年的老將也被拿下了。同時被拿下的還有另一位掌握着全軍作戰指揮大權的參谋長。短短幾年之內，2位軍委副主席還有好幾位軍委委員，一個接一個的應聲落馬。你可能會問，一個國家整頓軍紀，抓幾個貪官，不是很正常的事嗎？可是這件事真正詭異的地方，在於一個殘酷到極點的政治諷刺。那些被清洗掉的那10幾位上將，幾乎每一個當年都是被這位最高領導人親手提拔起來的，是他一手挑選，一手為他們帶上江心的人。換句話說，他今天親手拔掉的，正是他昨天親手種下的。這已经不只是反腐了，這更像是一個人與他親手建立的整個班底之間慘烈的內部絞殺。而且這場清洗還遠遠不止發生在軍隊裡，在黨政系統的高層同樣有重量級的人物遭殃。曾經有一位執掌經濟大權，甚至親自替最高領導人操刀過反腐運動的元老，如今也失去了蹤影。據說已經處於一種近乎軟禁的狀態，他一手建立起來的整個人脈網絡也被系統性的一一清除。你看，這條蛇的獠牙不止對外，他也毫不留情地咬向了自己最親近的人。今年的3月，在那場1年1度的重要政治會議上，最高領導人對着台下的軍隊代表們說了一番幾乎不留任何餘地的話。他強調，軍隊是握着槍桿子的，絕對不容許任何對黨懷有二心的人，也絕對不容許任何腐敗分子有藏身之地。而當他說出這番話的時候，台下那一排排的代表席位據說已經稀稀落落，空出了好幾個位子，整個會場的氣氛凝重得讓人喘不過氣。海外的觀察家們給這種局面下了一個很傳神的形容，他們說，如今的這整個系統已經被恐懼給徹底凍結了。你想想看，當你身邊最親近的人，跟隨你最久的戰友，你親手栽培的心腹，都可能在一夜之間變成階下囚，那麼還有誰敢說真話？還有誰敢提出不同的意見？所有人都只能戰戰兢兢，把頭埋得低低的，用最恭順的姿態來換取自己的安全。這種由上而下的恐懼，看起來是權力的極致展現，是最高領導人牢牢掌控一切的鐵證。可是換一個角度看，它又何嘗不是一種深深的不安？外界甚至開始出現一種猜測，
說這一場又一場的清洗，或許並不只是為了反腐，而是這位領導人在拼命地拔除那些可能正在暗中集結，準備對他不利的潛在對手，是一個人站在權力最頂端時那種深不見底的孤獨與焦慮。當然，也有分析認為，這只是單純為了整肅軍紀，是為了迎接2027年那個对軍隊意義重大的100年節點，好讓這支軍隊真的能夠上得了戰場。但無論真相到底是哪一種，有一個結果是怎麼也逃不掉的，那就是這場大清洗讓許多關鍵的位置一夕之間變得空空蕩蕩，或者只能交給那些資歷尚淺、經驗不足的新人。那條想要對外收緊的蟒蛇，他握着刀的那只手，此刻正在自己的身上砍得鮮血淋漓。一支剛剛經歷過大清洗、人人自危的軍隊，究竟還有多少真正的戰鬥力？這個問號，恐怕連他自己都答不上來。如果說軍隊的清洗是這條蛇看得見的內傷，那麼經濟就是那道正在悄悄勒緊他脖子的看不見的絞索。這幾年的對岸經濟表面上看起來好像還在成長，那個龐大的經濟體總量依然高達20兆美元以上，依然是全世界舉足輕重的一具引擎。可是只要你往那層光鮮亮麗的數字底下多看一眼，就會發現無數道正在悄悄蔓延的裂縫。第一道裂縫叫做通貨緊縮，這是一個聽起來很專業，其實非常可怕的詞。它的意思是，東西的價格一直往下跌，跌到大家都不敢花錢，因為今天不買，明天可能会更便宜。而一旦所有人都不敢花錢，整個經濟就會陷入一種越來越冷的惡性循環。工廠不敢生產，商家不敢進貨，老闆不敢加薪，工人不敢消費，一環扣着一環，越縮越緊。到今年為止，對岸的經濟已經連續10個季度籠罩在這種通貨緊縮的陰影裡。這是他從上個世紀70年代走向市場經濟以來時間拖得最長的一次。這種漫長的冰冷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鄰國日本曾經走過的那失落的幾十年。第二道裂縫叫做房地產。過去幾十年，房子一直是撐起对岸家庭財富的頂梁柱，超過 70% 的家庭財富都壓在房子上。可是這根頂梁柱如今正在崩塌，房地產的投資從最高峰的時候算起，已經狂跌了 50% 到 80%。你可以想象那種心情，當一個家庭畢生的積蓄眼睜睜地看着它一天天縮水，那種恐懼會讓人變得多麼不敢消費。第三道裂縫叫做年輕人。到今年3月，对岸16歲到24歲的年輕人失業率已經攀升到 16.9% 這樣一個高的嚇人的位置。這意味着成千上萬滿懷希望的畢業生辛辛苦苦讀了那麼多年書，走出校門之後卻找不到一份能夠施展自己所學的工作。一個看不到未來的年輕世代，對任何一個政權來說都是最深沉的隱憂。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幅非常矛盾的畫面，這個國家的老百姓手裡其實握着高達22兆美元的龐大存款，數字驚人，可是他們就是死死地捂着錢包，一分都不敢花。為什麼？因為他們對未來充滿了不安，房子在跌，工作難找，社會的保障又不夠完善，人口還在快速的老化和萎縮。一個上了年紀，對明天感到不確定的社會，是不會有那個心情去大手大腳消費的。而那位最高領導人似乎更在意的是把資源投向工業和科技，投向所謂的產能，還有硬實力，也就是打造一種能夠自給自足的堡壘經濟，而不是急着去填補老百姓心裡那個關於未來的大洞。這就好像這條蟒蛇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更強壯，拼命地鼓起一身肌肉，卻讓自己的血液循環變得越來越遲緩，越來越冰冷。它對外張牙舞爪，向內卻在悄悄地失血。當一個經濟體生產的越來越多，可是自己人卻越來越不敢買，那多出來的產能怎麼辦？只能拼命地往國外傾銷，於是又跟世界各國產生了新的摩擦。這難道不正是一種最深刻的反噬嗎？而在這些裂縫的最底層，其實還埋着一顆更難拆解的炸彈，那就是人口。這個曾經以人多勢眾而自豪的國家，如今正快速地走向老化還有萎縮，生的孩子越來越少，
變老的人越來越多，這意味着未來能夠工作、能夠消費、能夠繳稅，去撐起整個社會的年輕人會一年比一年更少。而一個不斷變老的社會，天生就帶着一種通貨緊縮的體制，因為上了年紀的人花錢的慾望遠遠比不上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鄰國日本就是擺在眼前最好的一面鏡子。日本當年也是在房地產的泡沫被戳破之後，再加上人口的快速老化，一頭就栽進了長達幾十年的經濟停滯。那段漫長的歲月被稱為失落的年代，物價不漲，薪水不漲，年輕人對未來漸漸失去了衝勁，整個社會都彌漫着一股暮氣沉沉的氣息。如今，對岸似乎正沿着一條跟當年日本驚人相似的軌跡，一步一步地緩緩滑下去。只不過，對岸的體量比當年的日本要龐大太多太多了。當一個這麼巨大的經濟體開始失速，開始老化，開始悄悄失血，它所激起的漣漪絕對不會只停留在它自己的國境之內，而是會一圈一圈地擴散到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也正是為什麼這條蛇自己的健康狀況其實跟台灣的命運，跟你我口袋裡的荷包都緊緊地綁在了一起。講到這裡，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浮上台面了。既然這條蛇已經纏了台灣這麼久，既然它的力量看起來還是這麼龐大，那它為什麼不乾脆一口把獵物吞下去，一了百了呢？為什麼要用這種慢吞吞的、如此費時費力的方式來絞殺？答案其實就藏在他自己的算計裡，也藏在他自己的虛弱裡。全世界研究這個問題的頂尖智庫得出的結論幾乎是一致的。對岸的最高領導層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場全面的武力進攻或者一次徹底的海上封鎖，雖然不是做不到，但要承擔的風險實在太大太大了。這種風險大到什麼程度？大到可能會反過來動搖整個政權賴以生存的根基。就像有智庫分析的那樣，只要領導人還認為這些風險是真實存在的，那麼任何一種可能會迅速升級成全面戰爭的行動都不會是他優先的選擇。這也正是為什麼在許多押注國際大事的預測平台上，關於對岸是否會在2026年年底之前武力犯台這個問題，絕大多數人下注的答案都是不會，而且是壓倒性的不會。這個由全球無數人用真金白銀壓出來的判斷，其實比任何單一專家的看法都更值得參考。這其實一點都不奇怪。早在幾十年前，當年那位開國的領導人在會見一位來訪的美國國務卿時，就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他說，為了統一台灣，中國可以等上100年。你看，這種驚人的耐心，這種寧可慢慢纏也不急着咬的心態，早就寫在了這個政權的骨子裡。蟒蛇捕獵靠的從來就不是速度，而是時間，是耐心，是不動聲色的等待獵物自己精疲力竭的那一刻。他在等什麼？他在等台灣內部自己吵得四分五裂，等台灣人自己對危機徹底失去警覺，等那個一直站在台灣身後的盟友因為種種原因一步一步的退場。他賭的是時間會站在自己這一邊，可是他似乎忘了一件事，時間其實也在悄悄地站到他的对立面。當他的經濟一天比一天冰冷，當他的軍隊高層一茬又一茬的被清洗，那個對他意義重大的2027年100年節點，會不會反而變成一個他自己都追不上的越來越沉重的枷鎖？纏得越久，他自己流的血是不是也越多？這才是這整場圍獵裡最大的懸念。當然，講到台海，就絕對繞不開那個一直站在幕後的關鍵角色——美國。長久以來，這座島最大的一份安全感，其實來自一個模糊的信念，那就是一旦對岸真的動了手，那個太平洋另一端的超級大國會不會出手相助？可是這份信念，這幾年卻變得越來越飄忽，越來越讓人捉摸不定。就在今年的5月，美國的領導人和對岸的最高領導人才剛剛見過一面，進行了一場備受矚目的高峰會談。可是這場會談之後，這座島反而陷入了更深的不確定裡。
因為那位美國領導人對台灣的態度時常前後矛盾，一會兒讓人覺得他會力挺到底，一會兒又讓人擔心他隨時可能把台灣當成一張跟對岸討價還價的籌碼。這種若即若離、忽冷忽熱的態度，讓這條纏繞的蟒蛇仿佛聞到了機會的味道，因為他賭的正是這一份不確定。他賭，當危機真的來臨的那一刻，那位盟友可能會猶豫，可能會反覆計算得失，可能會遲遲的不肯出手。幾十年來，美國對這座島的政策一直維持着一種刻意的模糊，這種模糊在過去是下組對岸的一種高明的智慧，可是到了今天，這份模糊卻也讓這座島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多了一份說不出口的忐忑。這條蛇很有耐心，它會一直等，一直看，等到它覺得那道來自太平洋彼岸的援手看起來最靠不住的那一刻，才會認真的考慮要不要真正的收緊那最後的一圈。那麼被纏住的獵物難道就只能坐以待斃，什麼都不做嗎？當然不是。這座島上的人這幾年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跟這條蟒蛇搏鬥。這座島的領導人一再地向全世界喊話，說2026年將是台灣至關重要的一年，說我們必須做最壞的打算，但要抱最好的希望。他一次又一次地推動要大幅追加國防的預算，想給這座島多添幾分自保的力量。畢竟一頭讓獵人覺得吞下去會硌牙，甚至可能崩掉牙齒的獵物，才是最不容易被一口吞掉的獵物。這種把自己武裝成一隻渾身是刺的豪豬的思路，正是這座島想要走出的自保之路。可是這裡又出現了整個故事裡最令人揪心的一道裂痕，這座島自己也不是鐵板一塊。這位領導人想要追加的那筆龐大國防預算，卻卡在了自己的立法機構裡，動彈不得，因為在那裡，反對的一方掌握着多數的席位。這座島的內部對於到底應該怎麼面對海峽對岸這頭巨獸，始終沒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共識。有一部分人主張要更強硬，要更堅定的自我防衛，要更緊密的跟世界上其他的民主夥伴站在一起。另一部分人則傾向於更多的對話，更多的緩和，甚至認為適度的退讓，適度的減少一些對抗，或許才是保全自己的方法。這兩種聲音在這座島上日復一日地爭論着，誰也說服不了誰。而這種內部的分裂與拉扯，看在那條蟒蛇的眼裡，反而讓他更加膽壯，讓他覺得自己可以繼續纏，繼續勒，繼續等下去。獵物自己陣腳先亂，這或許才是這條蛇最大的底氣所在。而這座島奉行的一直是一種純粹防禦的姿態，因為他太珍惜和平了，他實在不願意給對岸任何一個可以開戰的借口，哪怕那個借口再怎麼牽強，再怎麼荒謬。於是每一次面對對岸的挑釁，這座島幾乎都選擇用降溫的、克制的方式來回應。這種一心求和的隱忍固然可敬，也的確為這座島爭取了寶貴的和平。可是它同時也讓重建下組的努力變得格外的艱難，因為當你一味的退讓，對方就會覺得你是軟弱可欺的，於是他就更加肆無忌憚地把繩索越收越緊。這就是身為一個愛好和平的獵物所必須面對的最殘酷也最無奈的兩難。你若強硬，可能引來戰火；你若退讓，可能被慢慢絞死。這道題沒有標準答案，只有艱難的取捨。不過，在這道艱難的取捨之外，這座島其實還握着一張最不該被低估的王牌，那就是人。再精良的武器，再厚實的預算，說到底都比不上一樣東西，那就是一個社會願不願意為自己而戰的那份意志。這幾年，這座島上其實正悄悄地發生着許多改變，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真地去想，萬一有一天最壞的情況真的發生了，自己該怎麼辦？民間開始有人自發地去學習急救，去了解防空避難的知識，去思考，如果通訊中斷了，如果物資短缺了，一個社區該如何彼此支撐，
共度難關。政府這邊也在努力的推動，讓後備的力量變得更加扎實，讓更多的人在真正需要的时候能夠站得出來。這些看似瑣碎的準備，其實才是這條蟒蛇心裡最忌憚的東西。因為蟒蛇最擅長绞殺的是那種早已放棄了掙扎、早已認了命的獵物，可是它最沒有辦法對付的，恰恰就是那種你越纏，它反抗的越激烈，你越勒，它求生的意志反而越燒越旺的对手。一座島嶼，真正的護城河，從來就不是海峽的寬度，也不是飞彈的數量，而是生活在這座島上的每一個平凡的人，心裡頭那一份我不願意就這樣被吞下去的倔強。這份倔強是任何精密的武器都買不到的，也是任何算計都算不進去的最大的變數。說到這裡，我想我們可以稍微退後一步，來看看這整件事更深的一層意義。你有沒有發現，這條蟒蛇的故事其實藏着一個非常古老也非常樸素的道理，那就是一個一心想要去绞殺別人的力量，往往到最後會先把他自己給勒死。當一個政權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对外的擴張、对外的施壓、对外的威嚇上，他就很容易忽略掉自己身體內部那些正在悄悄潰爛的傷口。當他用恐懼來統治自己的軍隊，用管制來壓抑自己的經濟活力，用一個宏大卻虛幻的目標來掩蓋眼前一個又一個真實的難題，那麼這條蛇纏得越用力，其實就把他自己勒得越緊。這也許就是那些預言家們真正想要提醒我們的東西。他們口中所說的那場中國的巨變，那場中國的革命，也許並不會以我們想象中那種天崩地裂、外力入侵的方式到來，而更可能是這樣一種由內而外慢慢反噬、自己绞殺自己的過程。歷史上多少看似不可一世的龐大帝國，最終都不是被外面的敵人打倒的，而是被自己內部的重量一寸一寸壓垮的。其實不只是那些西方的先知在向我們示警，翻開中國自己幾千年的歷史，那些流傳下來的古老讖語，那些關於朝代興衰的預言，講的又何嘗不是同樣的一個道理？盛極而衰，物極必反，這8個字幾乎就是貫穿了整部中國歷史最核心的一條規律。一個王朝當它強盛到了頂點，當他的君王開始猜忌起自己的功臣，當他的內部開始離心離德，當他把所有的力氣都用在對外的征伐，卻忘了去體恤自己的百姓，那麼他由盛轉衰的那個拐點，往往也就悄悄地到了拐點。老祖宗把這件事看得非常透徹，他們用天道、用氣數、用因果來描述這種任何一個強權都逃不過的循環。你今天種下的是什麼因，遲早就會結出什麼樣的果。一個政權如果它的每一步壯大都建立在恐懼之上，都建立在對他人的擠壓之上，那麼這份恐懼、這份擠壓總有一天會反過來找上他自己。這才是反噬這2個字最深層的含義。它不是報應那麼簡單，它是一種寫在天地之間、寫在人心之中、冷靜而又公正的因果法則。這條蟒蛇它纏得越緊，它向外釋放的惡意越多，它替自己悄悄種下的那一顆反噬的種子，其實也就埋得越深越牢。等到有一天那顆種子破土而出的時候，纏在別人身上的力氣就會一分不差地全部反彈回他自己的身上。當然，我們今天講了这麼多，並不是要嚇唬任何人，更不是要你陷入一種無謂的焦慮。恰恰相反，你還記得阿南德說的那句話嗎？他說，此刻不必恐懼。他說，台灣是這個世界上民主與光明的一座燈塔。這些站在不同視角的聲音，其實最後都指向了同一個結論，那就是面對這條纏繞而來的蟒蛇，最好的武器從來就不是恐慌，而是清醒，是看清楚他的手法，看清楚他的虛實，看清楚他的耐心，也看清楚他的虛弱，是不被那日復一日的平靜給麻痹，也不被那鋪天蓋地的恐嚇給擊垮。
一個清醒的、團結的、有準備的社會，才是這條蟒蛇最難吞下的一塊硬骨頭，因為它賭的是你會亂，是你會忘，是你會分裂，是你會放棄。那麼反過來，只要你不亂、不忘、不分裂、不放棄，他所賭的那個未來就永遠不會到來。這才是握在我們每一個普通人手裡真正的力量。那麼這條蛇它最後真正想要的那一步究竟是什麼？很多人以為是一場登陸的戰爭，是千軍萬馬跨海而來的那種畫面。可是研究這套森然策略的專家告訴我們，一場全面的登陸戰成本太高，風險太大，很可能並不是他真正的首選。他真正的殺招也許是一種恰好卡在和平與戰爭之間的封鎖。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樣的場景，某一天對岸並不宣布開戰，卻突然宣布要對台灣的周邊進行一場長時間的所謂的軍事演習，或者是海上檢疫，把進出這座島的海運、空運一寸一寸地掐住。他不開一槍一炮，卻能讓這座高度依賴進口的島嶼慢慢的感受到能源、糧食還有各種民生物資一天比一天被收得更緊的那種窒息。這才是蟒蛇纏繞的最終形態，用一種不流血的絞殺去逼迫獵物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向他想要的那個結局。而到了那一刻，全世界都會被迫做出一個艱難的選擇，是為了這座島跟一個龐大的核武強權正面對撞，還是眼睜睜地看着那條繩索一點一點地收緊。這就是這條蛇替全世界也替台灣精心準備的那一道最艱難的考題。而這道考題的答案，其實早在風平浪靜的平時就已經開始一點一滴地被書寫了。你今天多一分清醒，多一分準備，多一分團結，那個最壞的答案出現的幾率就少一分。海峽的浪還是一如往常的拍打着兩岸的礁石，那條蛇還在水裡靜靜地盤繞着，它很有耐心，它在等待。可是別忘了，我們也在看着它，我們看得見它身上那一道又一道正在裂開的傷口，我們看得見它鼓起的肌肉底下那越來越冰冷、越來越遲緩的血液。歷史從來就不是一條注定的直線，它是由無數個清醒的、不肯屈服的當下一點一點拼湊出來的。這座島嶼最終會走向何方？這條蛇最後究竟是纏死了獵物，還是先勒死了自己？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並不完全握在那個坐在權力頂端的人手裡，而是握在每一個依然願意抬起頭看清楚這一切，然後堅定地活下去的人心裡。也許有一天，當我們回過頭來看，我們會發現，真正決定這一切走向的，從來就不是那條蛇，它到底有多強，而是我們自己究竟有多清醒。這條蛇，它的名字其實我們一開始就已經說了，它靠的從來就不是毒牙，而是纏繞；它靠的從來就不是速度，而是耐心。可是同樣的這個道理，反過來也一樣成立。要對付這樣一條蛇，靠的也絕對不會是一時的血氣之勇，而是一份同樣漫長、同樣有耐心的清醒與堅持。它有多能等，我們就要有多能守。他賭我們會鬆懈，我們就偏偏不鬆懈；他賭我們會遺忘，我們就偏偏把這一切都牢牢地記在心裡。這是一場沒有煙硝卻同樣漫長的較量，比的從來就不是誰的拳頭更硬，而是誰的意志更能夠撐到最後的那一刻。而在這場漫長的較量裡，時間究竟會站在哪一邊，其實還遠遠的沒有寫下最後的定論。